今天我们来看3个表面毫不相关，却共同拼出中国经济民生真相的故事。从拉化学品的食用油专用罐车，到越来越没人敢刷的信用卡，再到卖得越多却越穷的生猪企业，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，在表象和数据背后是中国经济的真实，是人们被掏空的信任、消费力和生活底线。当油不敢吃，卡不敢刷，猪不敢养，那种无声的焦虑正在渗透进每个中国人的生活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今天我们说的这第一条新闻是那种听了让人心头发紧的类型，说的是江苏南通一辆写着食用油大字的油罐车居然在拉化学品，被网友抓包。画面一出，网友那句大家看看，拉食用油的车在拉化学药物，比新闻通稿还要扎心。多年来一直存在罐装车混装食用油和有毒化学品问题，去年被媒体曝光后掀起了舆论浪潮，而中共国务院声称其他地方没有发现此类问题。最新事件发生在江苏南通如东县的一间工厂。12月3号，有人发视频显示，一辆食用油专车竟然在拉造纸助剂，这名字听着就像是个化工厂味十足的东西。网民质疑，这辆罐车运输不合规。大家看看啊，拉食用油的车在拉化药。结果呢？12月5号，当地市场监管局出来说，此事正在处置中。因为是刚发生的事，反馈结果还没出来，翻译一下就是说正在研究怎么说呢。到了12月6号，依旧没有下文，媒体也装没看见，新闻界一片安静。但网友们可不买账，有人嘲讽说他们自己不吃，干嘛要认真？还有个段子火了，说想起一个老笑话，左边一个铁匠铺，右边一个铜匠铺，太吵了，请他们搬家。最后铁匠铺搬到了右边，铜匠铺搬到了左边，结果一切照旧。要知道这可不是第一次了，去年新京报就曝光了煤制油罐装车运送食用油事件。2个案例中，油罐装车都是从宁夏运了煤制油到河北，卸车后不清洗罐体就直接运送散装食用油。司机说的轻巧，行业公开的秘密吗？当时中共国务院还成立了什么联合调查组，结果1个月查出2辆车，罚了几家企业。就这，网友评论说，这么大一件事，1个多月就查了2辆车，这2辆车多年来仅仅运送了这2次吗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混装油这事儿早在2005年就有媒体曝光，而中共党魁习近平2013年还专门说过一句话，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，还长期做不好的话，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。结果又12年过去了，问题还是没解决，食用油专用车却在拉化学药物。网友留言区炸锅了，连任3届都没做好，你自己说够不够格？这不叫食品安全事故，这叫投毒啊！还有的说，就不怕断子绝孙吗？一位叫宝轩真能说的网友甚至喊出，天灵灵地灵灵，给条生路行不行？那语气真是哭出来求生呼喊。为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年年曝光，年年还在呢？咱们不妨来说说这背后的6大原因。第一，官员吃特供。在美国，总统吃的是汉堡，国会议员喝的可乐，跟普通人一样。在中国，官员们有自己的食品特供基地，提供不转基因、有机种植、纯天然食物，免费吃。你看，连饭都不是一个次元的，涉及不到官员的利益，他们哪来的动力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呢？调查记者在中国已经快成保护动物了，没人敢写反映真相的新闻调查了，党的媒体只能听党的。中国没有正常社会中揭露和挖掘社会问题的媒体和渠道了。美国当年有位调查记者在芝加哥一家屠宰场卧底近2个月，
写出了《屠场》一书，引爆了舆论。罗斯福总统看了，直接把香肠扔出了窗外。这个记者的调查促成了国会立法和监管，美国人民的食品和药物从此变得安全起来。中国呢，揭黑的记者被消失，删帖的五毛却很积极。网友说，在中共某些部门眼里，调研记者比混油司机更可恶。这样的体制怎么可能有食品安全呢？第三，人民没有票选，谁上谁下由上级指派任命，不用在乎民意，自然也没人在乎你吃的油里有没有煤灰。百姓没有选举权和监督权，官员只在乎上边的意图，不在乎民意，出了事就封口、删帖、维稳、引导舆论，连作秀都懒得做。第四，没有国家标准和执法制度。没错，中国食用油运输压根儿就没有国家标准，官员和专家们的理由是怕影响行业竞争，其实说白了是不想得罪企业。中共没钱给普通企业，让他们自生自灭，但转头就给官员们建特工基地。这种制度性的长期腐败，必然导致即使有法律或规定，也形同虚设。第五，企业无良。业内人士爆料，司机是执行者，真该查的是榨油厂，他们不检验罐车，不清洗，不问来源。北方很多内资厂都是这样干的，反倒是外资企业要求司机爬到罐里检查，结果外资企业都被赶走了，于是大家就可以闷头统一吃混装油了。第六，道德滑坡。我们知道，法律再好也要有人执行，可是在只讲钱的中国社会，道德早就被中共故意摧毁了。1987年上海吃毛蚶感染甲肝，几十万人感染。几十年过去，故事换了包装，内核没变，一边是利润，一边是良心，结果选利润的越来越多。最后，网友的话最刺耳也最真实，他们不关心食品安全，因为他们吃特工。这件事告诉我们，在中国民以食为天，但对某些人来说，老百姓的饭碗不过是一门产业链，能混装，能调和，能掺假，能忽悠，他们才获得了效率。食用油罐车都混着装，人们还能信谁呢？而接下来这条新闻更让人心凉，中国的信用卡都开始退场，不止食品安全出了问题，整张消费地图都在缩水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信用卡的数量3年少了1亿张。经济寒冬，连银行都感冒了，不是清卡，也不是转账，是真的没卡用了。先来看央行的官方报告，截止到2025年第3季度，中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一共发了7.07亿张，听着还挺多，但比前一季度少了800万张。要知道，3年前可是8.07亿张，也就是说，3年时间掉了整整1亿张，这数字堪比人口大省的总人数。而且这已经是连续12个季度下降，连续3年每个季度都在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啥大家都不刷信用卡了？是还清了债走向富裕，还是穷到连卡都不配有了？答案很现实，经济不行了，人们不再买了。据 Wind 的数据和各大银行财报，2025年上半年，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余额一共7.5万亿元，比去年年底少了6000亿，消费总额同比下降 8%， 招商银行少了 8.54%， 交通银行更狠，跌了 11%。 直白地说，以前大家用信用卡买手机，分期买咖啡，现在刷卡的频率大大降低了。不光是卡刷的少，欠钱还不上的也多了。德勤的报告显示，到2025年6月底，全国12家银行的信用卡不良率平均 2.4%， 又比去年末上升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越来越多人刷了卡，花了钱，然后却还不上了。中信银行交易额下滑 12.5%， 平安银行更惨，跌了近 17%。 要知道，银行业这几年靠信用卡活着的，现在客户都戒刷信用卡了，连银行都开始打喷嚏。
为什么人们戒刷信用卡了呢？资本市场分析师徐峥说的直白：破产潮、失业潮、收入下降，这3座大山压在老百姓头上，信用卡就变成了债务提醒器。以前是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，现在变成连今天的钱都不敢花。你不敢花，我不敢贷，银行也没法赚，整个内需就这么被一张张被剪掉的信用卡拖下水。这背后其实是一种连锁反应。信用卡行业的衰退不只是金融数据的下滑，它反映的是信心崩塌。曾经中国人有句话，先用卡再努力还，那时候大家相信努力一点明天会更好，而现在更多人想的是还不起算了，先活着。信用卡减少1亿张，不只是钱包瘦了，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消费欲望被经济寒冬冻僵了。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调侃，以前卡被停了是因为超额，现在卡被停了是因为银行怕你超生。也有人说，以前银行求你办卡，现在你求银行别打电话。更有人感叹，年轻人不敢欠债了，因为连希望都透支完了。而这时候，央行报告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地说，整体运行平稳。其实大家都明白，这不是信用卡少了的问题，是信任、收入、预期、信心都少了。最后一句话总结，当一个国家的信用卡不再增加，不是因为人民变得节俭，而是因为他们再也不敢相信明天能还得起了。信用卡断崖式减少，说明大家不敢花钱了。那企业呢？拼命生产的结果越卖越穷。接下来咱们看看猪圈界的经济学。3大猪企告诉你，现在连猪都卷到没利润了。最近，中国3大养猪巨头牧原、新希望、温氏同时交出了11月的成绩单。一看数据，全场沉默，卖的比去年多，钱却比去年少。纯粹的说法就是越努力越亏本。先看温氏股份，11月卖了435万头猪，同比暴涨近50%，听起来像是猪圈里的 GDP 奇迹，但收入呢，却跌了14%。牧原股份也一样，卖了660万头猪，同比多卖1成多，结果收入暴跌20%。而新希望呢，还是卖得多，收入少，同比下滑11.6%。3家企业一起陷入同一个坑，连续5个月增量不增收。你说这是猪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？来，我们再看猪价，平均价是每公斤11块多，比去年同期跌了3成。3家企业的均价都在11块多的一个水平线上，低到怀疑人生的水平线。为什么生猪卖得多却越来越穷呢？新希望的解释很朴实，主要受市场行情影响。这句官话翻译过来就是猪太多了，吃的人太少了。确实，从10月底到11月底，猪价一路往下滑，到12月还在11.4元徘徊。眼看着冬至到了，本来是腌腊肉的旺季，业内人士还在安慰说，再忍忍，过几天可能涨到12块。但是一过冬至，这点希望也会被打回原形，因为过年腌完腊肉，需求立刻断崖式下降。于是市场上又回到那个经典循环，猪多价跌，农户加快出栏，价更跌，就像一个永远跑不出的圈。澎湃新闻说的委婉，3家猪企已连续5个月增量不增收，但在行业内，这句话的潜台词是，不增的不是收入，是信心啊。从宏观角度看，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一面镜子。猪价跌，销量升，看起来像繁荣，实际上是恶性竞争加需求萎缩的双重打击。大家都在拼命出货，想薄利多销，但当整个社会的销都在变少，多又有什么用？就像中国制造业、房地产甚至外贸都在经历同一个现象，数量在增长，收入却在下跌。这种剧情如今连猪都演上了。有人调侃说，这年头猪吃得饱，人吃不饱。还有人总结得最妙，中国经济和猪市一样，大家都在拼命拱，结果谁都吃不饱。
从混装油到断卡潮，再到亏钱的猪，看似是食品、金融、养殖3条线，其实质都是一根线，那就是消费者信心消失，未来信任滑坡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